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跟这个 Awesome 一起分享一下我喜欢的5双鞋。然后之前是看了很多期，就是其他朋友的鞋子，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喜欢的鞋子和一些你们的故事吧。哦，对，大家就叫我张就行了。第一双是这个吧，乔丹1代元年的，然后是芝加哥配色的。这双是我也是蛮早以前就买到的一双鞋，因为它有盒子，所以说还比较难得。但是当时其实手头也不充裕，所以这个鞋我是拿4双其他鞋跟其他朋友换的。我印象里就是4双里面有1双是那个 Jordan AJ1 XQ， 就是喜庆的那一双元年的，还有就是一双乔丹1代日本2001双的那个金属盒子那一双。当时反正那个鞋，那4双鞋在我手上都是一手鞋，然后这双我不知道它当时留到我手上是第几手，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保存的都还挺好，包括它后面的这个1代通病的就是后面后跟的这个地方容易起皮啊什么，它这个基本都保存的挺好的。然后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它现在看上去基本还是出厂状态差不多吧，反正当然上脚可能有点问题啊。不过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流传的过程挺有意思的，就是以鞋换鞋，就是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如果说有其他喜欢的，反正就存钱或者换吧。现在觉得很值啊！如果你光从经济角度来看，当时的4双鞋可能也没有这双贵，就是现在到现在啊。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让我觉得很早就有了一双乔丹1代元年，然后就让我觉得感觉还挺好的，然后会让自己球鞋的这个收藏就是后面就会比较更专注一些，就是陆续我有买过还不少，就是1代的这个芝加哥配色的鞋子啊，这个是第一双。因为在之前就是01年的时候，就是中国第一次复刻过有那个黑红的一个1代，那个时候我是穿过的，然后我就穿坏了。然后后面就再翻其他的那些资讯，知道你之前还有94年的，还有85年的，那就想干脆就找一双85年的，然后感觉一下元年的跟复刻的一个区别啊之类的。其实那个时候的复刻我觉得还比较良心，就是说它可能鞋型或者有些细节感，但是材料做工什么都还可以。第一次拿的时候是那样的，是一个广东的朋友，然后网上交，但是他之前也交易过，就是交易过挺多球鞋，也是小心翼翼戴好手套啊，很珍贵的那个拿出来。当时我记得家里还没有手套啊，去超市买了一个那个做饭用的这个自行手套。后来就是1代比较多了，然后发现其实这些地方摸一摸 OK， 就是你如果手不是很汗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是 OK 的，就稍微擦，就是皮面或者特别是脚踝这地方上注意一点就可以了。家里人也知道，他们一般也不会轻易去动，包括我儿子他也不会动。基本我们就是80后，就也暴露年纪了哈，就是80后一般如果看过乔丹比赛的，还有看过那个灌篮高手那个漫画的，里面不是樱木花道有一双就是那个黑红色的一双鞋，之前是一直都挺想要的，然后也有人他当时说你可以跟我换，钱不够就跟我换，因为作为商家他可能4双鞋更加好出手一点，然后可能当时就换了一个还比较不错的价格吧。然后这个是1代的一个男款，这应该是一双43的，然后这边是一双女款的，其实也不叫女款嘛，他当时没有说叫 Women's 或者 GS 之类的，他当时可能只是在名称上叫 Sky Jordan， 就是正常的就叫 Air Jordan， 然后这个女款叫 Sky Jordan。它有一点比较好厚道的就是说，它其实那个小吊牌上面会有一个剖面，然后里面其实是没有气垫的，就是说它有 Air 的它就加个 Air， 然后没有气垫的它就没有 Air， 它就是比较实诚一点啊。有一些比较特殊，就是它其实根据产地跟尺寸的不同，就是这双可能是算 Sky Jordan 里比较大的，它后面就是跟这个男款其实是一样的造型，就是如果是台湾产的或者是说更小一码的，它这个 Sky Jordan 它上面这里还会分开一点，有点像小童鞋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就是一些小细节吧。这个说难找也不难找，但是就是要有盒子能配套的就还挺少见。这个其实是成家之后再说的，就是弄个全家福之类的这个感觉吧。我比较喜欢配套的感觉，就是有东西能够一个 set 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比较舒服一点。但是就是也有缺点，就配套的东西你有时候要出你就很难出，就是人家不一定会要你配套，他可能我插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插一个什么物件之类的啊。这个鞋应该不会出，是这样的，我有些品相我觉得没有我这个好的我就出掉了，然后我就基本就留我自己觉得品相比较 OK 的。这个就是相当于一双情侣鞋吧，就85年的情侣鞋。这个盒子其实看上去跟那个Jordan 1代盒子不一样，其实它也是一个 Jordan 1代，是一个这个帆布版的，就是 AJKO。这个以前不知道这个有帆布版，然后后来是在那个
潮流杂志上，可能国内比较早的一个叫都市流行酷，好像是那个，反正有很多山寨日本的那些杂志上说有帆布版，也是找了挺久，因为这个之前也陆续有其他的双，但是它的脚踝比一代的脚踝更加容易脆弱，尽量找一个就是没有怎么剥落的。它其实我觉得上脚可能一般吧。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我感觉就是这样的。鞋底可能跟那个AJ 的底不一样，跟那个 Dunk 或者 Air Force 底可能比较像一点。这个是个乔丹第2代的一个盒子，就是意大利产的盒子，但是里面其实不是，就是结婚的时候可能配了那个情侣鞋嘛，然后后来不是又有小朋友嘛，有小朋友，然后就给他买了小朋友的鞋子，就是一双乔丹的铜版，这个还挺可爱的一双。然后后来不是国家又号召什么2胎之类的政策，陆续又收了一些其他的鞋，也买了可能3胎、4胎、5胎的这种就是因为可能机缘巧合吧，有一些也是什么人家几双一起买，或者大小捆绑的，我反正能收的就收进来了。然后这双是我收的第一双那个Baby Jordan 的，然后其实它它的盒子是有点像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小鞋柜一样的盒子。明显的是那个日本当年的一个那个就是公司货，相当于，因为它是有一个他们日本 Nike 当时做的一个吊牌，反正正好也是会附在上面。这2个的吊牌就是正常的那个 Jordan 扣篮的那个标记这个就是一个还比较 cute 的一个小鞋，但是其实也不是很好保存，因为它那个鞋帮里面的材料跟这个鞋面它其实是合成革，它不是真皮，就是这一块比较容易风化。再说说那个乔丹1代之前的一些配件之类的，前面说我喜欢成系列的，所以这个是一些鞋子的东西，然后配件是这样，这个可能就是比较标志的一个衣服吧，是那个类似拍广告的时候的那个一个，就说上面网眼，然后就跟这个我觉得还挺配。然后我一般收配件，我也是要求它吊牌什么的要好，然后要全新的。但如果是 Jordan 本人穿过的，我是不介意的。就这种我基本是喜欢全新的。然后这个是一个背心嘛，我觉得也挺可爱的一个，都是1985年的。然后产地可能也有区别，就是有些是欧洲产，有些美国产，是吧？然后这个挺有意思，这个是一个帽子，然后帽子我之前不知道这个帽子，后来有美国的朋友给我了这个，就后面我这柜子里这一套是那个乔丹的那个元年的一些 catalog 类似的宣传册，然后看里面有一些东西挺好玩的，然后就把这个帽子也说了，这个挺少的，网上可能也没看到几个全新的，应该是这个是裤子，这个可能是厚的那个训练裤吧，这个好像也是就跟这个吊牌上穿的这个裤子可能差不多，厚的也是可能有个吊牌在上面。尺码之前有要求，然后后来发现有要求太难，然后就先转成没要求吧。然后你如果凑到自己的尺码就再换。但是一般男鞋我是42.5到43的这个样子比较多一些。薄的训练服啊，还有什么连体服之类的，也是跟那个差不多。其实这些衣服后来都有复刻，可能日本那种 vintage 之类的还有很多人穿的那种。第2双是这个，是一双那个乔丹尺码的一双鞋，所以我其他小盒子可能摆不下。这双还挺有意思，是一双那个乔丹时代，是当年季后赛穿过的，应该是一双那个深色的一双袖号的时代。然后我查了一下，可能也就没有穿过2场，然后后面就换11代了，因为他更喜欢11代一些。然后这个也是前2年日本的一个朋友，他可能之前说其他厂家要出一双鞋，然后我要不要？然后我看到他还挺喜欢的，就拿过来了。对，是一双机油。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就是这个地方修了个4股。后来好像复刻08年那个 CDP 套装的时候，可能复刻过，但是那个时候好像修了个23还是修了什么。这双我平时好像也没有怎么拿出来过，反正拿到时候就这样，就是感觉穿着的痕迹还挺明显的。然后也比较喜欢这双，因为年纪大了，好像挺喜欢深色的鞋的，虽然自己也穿不了。然后这个是跟45，就是乔丹第一次退役又复出以后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有一点那个拔剑四顾心茫然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也没对手，我反正在摔盆里面玩就这个。然后也是幸亏后面再复出，就我们这些80后就能够看到后面的一个3连冠的这个伟业，觉得还挺不错。然后说到这个45相关的，然后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也算一双鞋里面。这个我记得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又暴露年纪了。上学的时候跟同学去看的那个 Space Jam 的电影，国内其实是有公映的，就是后来我买了那个蓝光碟片给我儿子看。然后这边这2个也挺有意思的，是我之前在拍卖网站还是eBay上我忘了，它正好有一些东西拍卖，然后有当时的这个 Space Jam 的一些那个素描，
然后就当时的画室的，它可能有一些，我就抽了可能2-3张吧，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对，是手稿，就是相当于它线稿啊。然后上面有一些是动画人物的，然后有一些地方它就是故意空出来。其实你对照它后来出的东西，就是这个空出来的地方就是周丹的一个剪影。后来有了这个之后，然后我又去找了一下，这个是比较普通的，就是一个乔丹签名的棒球，因为他当时45年代的时候是打棒球嘛，然后有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哇，这个是乔丹他那个拍《太空大灌篮》时候用的一个棒球棒。就是道具，然后我不是在体育用品的网站上买的，然后当时是朋友，他其实他们是有一些交流电影道具的，然后有一些星战的道具啊，或者是什么黑客帝国道具挺有意思，然后我就搜，然后我就搜到这个棒子。其实他当时他库存是有，他不是1，库存是2，我觉得是库存是2，然后我给他发了个邮件，我就说我想尽量要 GU 的那一个，因为他说我不能保证你是 GU 的还是一个备用的一个，然后后来他是寄过，然后我拿到之后对比一下电影，包括我看了一下他那个给我的证书，他们写了一下这个是当时使用的那一个，也就是说另外下手那个朋友可能拿到的是一个新的一个备用的一个，这个亚克力盒子是我自己做的，有一种那个利刃出鞘这个感觉。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型号，然后这边是 Michael Jordan， 下面就是那个牌子，对，那个碎裂。我也有它其他的那个比赛用的棒球棒。然后跟这个有个区别，就是说我其他的那个 GU 的棒球棒，它下面会写一个芝加哥白袜队的一个那个球队的一个标识，然后这个电影道具上面它这个其实是没有写。其实它上面有一些它用过，其实是有打击的那个点的，就是说有些小点子在上面。我反正尽量没有用这个，我儿子他也没有说拿出来玩一下或者什么，因为它比较重。哦，对，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这个地方它其实没有标号，如果是那个比赛用的话，它后面可能会写个45。这边反正因为我觉得跟那个太空大灌篮也比较相关的，给大家都放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就是当时他可能出过的一个系列的那个一个就是海报吧，比较重。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有一些胶片之类的东西，然后是一个比赛的一个照片，然后下面有他的签字，还有一个限量多少500个，可能他这个其实有挺多图案的，有可能6种还是几种啊，反正也摆不下，就随便买了一种。后面它倒是可以放电池。有一个放电池发声的，但是我从来没试过。它就后面下面里面有个什么 battery 什么放电池，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出来是电影原声还是说就能跟你问个好之类的，也有可能是闪灯，对吧？这个其实挺早了，它就是出完电影同时可能出的周边，我觉得它的量还是挺多的，它签了500个嘛，然后而且证书什么跟现在也有点不太一样，也挺好玩。第3双就这样，我觉得是一个乔丹17代的一个低帮版，然后也是前2年买的吧，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后跟是绣的这个23，相当于是拍卖网站上拍的，应该是。其实之前第一次3连冠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录播或者之类的，或者直播的也比较少，但是后来到奇才队了，就是已经新世纪了，然后当时的那个内容会多一些。但是这个好像应该是训练穿，比赛好像没有怎么穿这个深色的一双，然后就后来又买了一双那个奇才队的主场色吧。这个也是低帮版的，然后穿的痕迹还比较明显，就是后面也是有个23的一个那个 logo 在里面。这双我当时想要的一个主要问题还不是这个鞋子，就是因为那个鞋垫，这个鞋垫，因为当时它出的时候就是说它是带了那个鞋垫的，其他的乔丹17代可能带鞋垫的比较少。拿到了以后觉得还挺惊喜的吧，算是因为它有那个奇才队的标志，有它的那个当时的医疗设备公司可能给它出的，包括它的材料挺有意思的，可能最上面是透气的，然后中间支撑的，还有这一层是比较硬的，可能是耐磨材料，包括这个可能是随它时间变化，它这个可能耐磨的那个痕迹会出来的不一样，这样的话可以根据它的脚型再调整之类的吧，这是我个人猜的，因为当时他职业生涯后期他可能膝盖什么受伤什么，他的这个要求会比较高一点。这个就是原味的，就是这样算是然后上面有一些这个痕迹，反正基本就不碰它，就本来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然后就觉得这个鞋垫颜色也挺好看的。其他的乔丹的鞋垫我目前也还没有收到过，就收到过这双，比较难得啊。第4双看到这个盒子就还挺亲切的，这个就是比较老的一个，也是暴露年纪的，这是元年的12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比乔丹的那个 GU 意义可能也差不多，就是也是一个 GU， 也是一个我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的 GU 啊，这个是我第1双乔丹鞋，然后当时是没有什么设备去
就保存或者没有这个概念啊，就我只是买了没扔，然后穿，因为条件也有限，就基本上穿了1年，陆陆续续。当时学校可能打球的话也是外场之类的，也没有很好的条件，但是确实很耐操。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可能当时体重的问题，Zoom 基本踩不太出来是 Zoom 的感觉，可能当时人比较轻一点，反正下雨天啊或者什么都穿。现在的我不知道质量是不是还有那么好，反正当时觉得还挺不错。基本不太会打开看，因为这上面这些风化的那个塑料片什么的都反正每一次拿起来它就会掉一点，会剥落一点东西下来。这双鞋之前呢，其实我是喜欢那个 Taxi 色，就是金扣吧。然后因为它当时在那个电视里就是挺漂亮的那个广告，就是很慢动作的，像流水一样那种。我当时可能看球，当时买了一个 NBA 的一个画册，然后觉得挺好，而且我感觉这本书应该都是有授权的，就是引进版，包括有每个球队球星的一些什么数据啊之类的。然后背面就是这个余年12代的一个广告。这个当时其实96、97年不是 Nike 出一个系列的，可能下面有800还是001一个电话号码。当时我看到说很漂亮，有点像一个沙发的一个感觉，然后我就去店里面找嘛。然后我还记得挺清楚，当时是在那个上海南京路的新世界商厦，然后看到有这个鞋，然后我拿起来一看，很漂亮，因为这个从海报上你这个是看不出它金扣的那个感觉的。然后但是实际上我拿到这地方我就看，哇，这鞋带扣很漂亮，金色的，然后下面碳板又是那个黑白黄嘛，就是这样很好，就存钱买。等我存到钱的时候呢，考试也考得还可以，但是那个这个配色已经没有了。然后我就退而求其次，就在四川路的一个店，我就当时原价是1100吧，可能打折到几百块钱，然后就买了这个黑红色，当时觉得也挺好，反正就2个颜色。然后这个就是一双12代元年的一个故事。然后后来我就可能也就前段时间，这个 sample 有个吊牌，我觉得挺好玩的。吊牌上面这些信息，我看它印的日期是98年，但是我就不太确定它是印错了，还是说98年的时候他想过出这种配色的鞋子。98年已经出那个13代或者14代的时候，他还出这个 sample， 我觉得挺好玩的。然后有几点我看了看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它旁边这个线它就没有做那个走线，它直接压的，它直接用那个压胶的那个技术，它是不是想节省一些成本或者怎么样？也不知道是 sample 还是什么原因，它后面的这个后面有一个乔丹那个标志性的标语也没有放，就是什么 greatest player ever 什么之类的那个没放。然后包括那个金扣啊或者什么扣什么的，它这边就全部都省了。有可能是不是耐克它就是只想做一个新的配色，然后最后这个配色是没有上。但是这2年发现耐克它出了很多以前 sample 的配色，包括这个11代的这个配色就已经出了，也是这个地方配色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就有一点把以前的老家底都搬出来这个感觉。第5双是就是这个，其实里面有好几双，我后面小朋友的鞋我是刻意的给他留下来的。小朋友可能人小，就是系鞋带会比较麻烦，所以尽量的都买 Jordan 11代的，因为它可以不用系鞋带。它的11代的一些我都放在这儿，这个可能都是高帮的，这基本就是这几年复刻的，就是说按复刻的那个时间，然后就能看得出它什么时候穿的。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可以看到这大的鞋啊，它品相会差一点，因为小孩他运动量大了，然后可能这些地方脱胶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小的呢，它其实穿不了多久，所以说小的就是品相比较好。可能买的第1双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国内鞋市的一个转折点吧，就2011年的时候复刻那个 Converse， 然后当时的这个第一次在网上大家抽签或者卖了好几轮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就是我自己的尺码、老婆的尺码、乔丹的尺码、儿子的尺码，你买一下，你可能也脱胶了。这双是后来复刻的，然后也比较小，就是最小的一双。其实你看这个最小的一双品相最好，因为穿的少，脚长得快，而且当时可能走路也不是很能走。其实我不太推荐小朋友买这种硬底的，因为其实不舒服的。这个如果你挂个包上，能够穿它挂件是 OK 的。小朋友穿就尽量穿，但是这种大的我觉得就无所谓，这种大的它还挺方便，包括下雨天去踩水啊之类的还挺方便的，因为它漆皮嘛，也不用太用心的打理。其他的乔丹鞋也有一些，但是我没有对11代那么有情节，所以说我基本上11代我是肯定都会给它留下来的。有一些你像这个我漏在里面，就是一双那个 FBT， 然后有点好玩的，它里面也是2双鞋垫，就是说它预计里面的尺码可能先一个鞋垫厚一点大一点，然后你脚长大了它就拆掉了在上面。后来又买了其他的这种类似的，它还挺爱惜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底跟乔丹的底不一样，它比较软一点 ，V 底的吧，比较软一点，然后可能踩水什么它会注意一点。然后这些我是跟我那双12代一样，就是应该是都会自己一直留着这双。这个字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反正我觉得我还是挺认识的。这是刘翔的签名，然后下面是一个
110mH 好像就是110米栏的意思啊。然后后跟有一个就是包括他个人定制的一个这个钉子，其实他这个没有放上去，可能是比赛时候拧上去，不用说再拧点。这个是跟刚刚那双12代 Sample 是一起过来的，然后我当时看，颜色还挺配的，都是芝加哥色，我就买了。我之前拍之前也看了，它好像是叫 Zoomfly G5，好像是叫这个型号，是刘翔在那个奥运会，就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的一个。后来我也看过，就是我找过这个鞋子的其他款。最后一个新闻是00几年，可能就是当时他想拍卖他雅典奥运会当时比赛用的那双鞋，其实那个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当时是那个国际奥委会想那个博物馆想问他要这双，他没给，他说我要留在国内的，然后是给了那个上海的教育基金会。上海教育基金会就是说阳光工程说拍卖，但是可能操作的人开价也比较高，说我们想拍100万美元，就或者说1000万人民币，当时就流拍了，他就可能就还在现在可能还锁在人家保险柜里或者怎么样了，反正这双应该是全新的，也没有用过，买到时候就有签名，就是说这个签名应该也是比较OG的，就是可能就是当时04年或者03年之类时候签的，也是单只，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刘翔这是中国田径之光吧，就是算是当时的，也有很多非议，但是现在回头再看看，其实这个少年这个成长的路程其实也挺不容易的。然后我看了一下，他好像是48场国际比赛，可能夺冠了36场，然后中间还有很多亚军跟铜牌之类的，所以大家不要总想着因为伤病退赛或者之类，这个都是体育比赛的一部分，觉得人家呈现出来这个状态是挺有意义的。其实是经过自己努力得来的东西会比较珍惜一点，会更爱惜一点。所以小朋友他其实对这些并不是很在意，他更在意的就是说我跟他说，你今天做到一件什么事情或者表现好了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去买个乐高玩具，或者去买一个其他的什么小玩意儿之类的。他其实不是很在意这个东西的价值。我假如带他到玩具店，这个奥特曼假如是150块，那个变形金刚300块，他说我要这个奥特曼，完全根据自己喜好，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就是没有落入这个消费主义陷阱吧，就类似于你说两个东西一样的配色不一样，然后其实你个人喜好没有偏差，但因为这个东西是限量或者是美元，然后就去买这个限量的东西，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很理智的一个消费的做法。然后基本我这5双就介绍完了。